没了，上去，好快啊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靓仔小虾饺的频道。我们的高温堆肥系列视频上一次更新还是小年夜，今天我们接着往下说。先介绍一下我们这次堆肥的过程。2025年12月下旬，队友在3个9加仑的无纺布种植袋里放了厨余和咖啡渣。到1月3号，意外发现放在室外寒冬下的3个袋子竟然变热了。队友问我是怎么回事，他简直是个天才好吗？居然无意中解锁了高温有氧堆肥。我们之前只做过三明治堆肥和厌氧堆肥，从来没试过高温有氧。既然材料已经发热了，我们决定接着探索有氧反应过程。接下来我们每周末记录堆肥情况，并发布操作视频。很多有经验的堆友在评论区不断提出改进方案，所以我们堆肥一路都非常顺利。首先1月3号当天，我们把3个袋子彻底翻堆，并且浇了糖蜜。为了方便保温，把3个袋子叠成一列。这是堆肥第2周。到1月11号，堆肥第3周，温度上升到50度，肉眼看菜叶没了，堆体下降，再次彻底翻堆，并添加了新料：厨余、咖啡渣、草垛、焦糖蜜。到1月17号，堆肥第4周，叠罗汉堆体倒了，失去大体积保温的小袋子温度骤降到30度，于是干脆买了100加仑的无纺布种植袋，合并堆肥，并加大量厨余、咖啡渣、草垛和松针，同时给堆体浇水，增加湿度。到1月24号，堆肥第5周，测量达到61摄氏度，菜叶全没了。我们进行了翻堆，并再次加入大量厨余、咖啡渣、草垛，在堆友建议下浇水补充水分。这次我们尝试了荤肥，加了1小袋鱼肠。到2月1号，堆肥第6周，由于连续多日下雨导致降温，温度下降到36摄氏度，但鱼肠没了，厨余也几乎看不见。我们觉得用这个方法消耗鱼肠非常高效，比起去年的厌氧发酵快很多。于是这次一口气加了几十斤鱼肠，同时又加了咖啡渣、厨余、豆渣、草垛。到2月7号，堆肥第7周，温度再次上升到50度，鱼肠又不见了，有点腥臭味，厨余也不见了，再次添加大量咖啡渣、厨余、豆渣、草垛、落叶、焦糖蜜。至此100加仑的袋子终于满了，我们停止了添加物料。到2月13号，堆肥第8周，温度已高达63摄氏度，堆体产生浓重的酱油味，不臭返香。进行了翻堆，有多位堆友提示碳料偏少，我们补充了一些草垛。在13到18号，我们每天测量温度都是60度以上，期间下小雨也没有降温。上期堆肥视频就更新到这儿，那么这期视频我们接着往下看看堆肥第9周的进度如何了，高温还有没有持续。来，我们上洛阳铲，可以动，有个洞，有个洞。今天是大年夜，除夕了。现在室温只有5度。今天大降温，昨天晚上还下了雨。测一下下面的温度，上50了快。哦，那还行，即使湿了还行，可以。我们翻了一下堆，可能是因为空气足，相当不错。昨天本来看加了那个干草有点干嘛，想要加点水的，结果正好下雨了。60度。就评论区有花友跟我说，可以用那种翻堆杆，那种翻堆杆就可以彻底的翻堆。62度，下了雨还有那么高。今天是大年初2，外面是9度。好，开始测量，我们查中间一点，下面一点。已经3天没翻堆了。今天要来翻个堆。那也不用翻堆，我们用拿洛阳铲来铲几个洞，给它打空气孔。最底下翻堆总是翻不到，然后有那个花友建议我们去买那个B桶的翻堆神器。我看了一下，那个翻堆神器一根杆子就要100多。我们想今天先试一下，能不能用洛阳铲实现那个翻堆。还有60度呢，其实可以等到它温度低了再翻也没事。62、63了。这个有点痛手了，甚至60几度是要烫了。来，我们上洛阳铲，哇，看能不能掏到最底下。还可以，到底了？可以，可以动，有个洞。有个洞。你看底下是这样的，最底下已经基本黑了，因为是最早的，已经3个礼拜前的了。都不止6个礼拜。再来打，堆芯里面插一个试试，可以铲到底。好像好松啊，这个是底下的，一插下去又是一个酱油味弹上来，这黄豆太强了。我们放了好多豆渣在里面，看看这个通风管道能不能坚持住。这个土质是松软的，但是因为稍微用点力，对，但是因为它是比较潮湿的嘛，所以这个通风的管道还是可以保持住的，它不会马上就被塌陷掉。还是有点动的。还底下可以接触到空气。最好是弄一个那个塑料管，对，然后打9孔插在底下。但是正好我们手头没有，那也就算了。我们用换种方式一样的。如果大家有那个塑料管道的话，打2个孔插在里面是最省事的。这个泥炭土超级香，温度还保持。哇，大家看这个孔，都往外呼呼冒着热气，然后散着那种酱油味。
让它这个孔在这里给底下通通气，然后到年初4我们再来做一个彻底的翻堆。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用洛阳铲制作高温堆肥通风管道能否有奇效？温度后续走势如何？下期视频一起揭晓。感谢收看靓仔小虾饺的频道，喜欢的话欢迎关注和一键3连，点小心心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